大家好，我是 Joe， 喜新厌旧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键盘开箱。最近呢，在键圈出了很多新的键盘，但很多呢都只是换个配列，或是对之前键盘进行更新以及迭代。一般的情况下呢，我是不太有兴趣的。除了这把键盘之外，因为这把键盘第一个版本我真的很喜欢，就是来自于麦虫的 X75。上一个版本呢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75配列塑胶键盘。不过呢，在 V1 的版本，它键盘有些小小的问题，也因此呢，他们推出了 V2 版本，针对之前的问题进行改进以及调整。所以今天这把键盘呢，我也是非常的期待，就让我们来开箱它吧。开始。要实用选麦虫，我觉得这 slogan 呢非常适合现在麦虫的整个产品的取向。他们最近出的键盘我真的都还蛮喜欢的，而且真的也很好用。不过呢，包装上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。配件的部分已经是标准的两用的拔键拔轴器，传输线 Type A 到 C 的 A 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这次我选择是高配的版本，这个搭配轴体是流光冰淇淋，是凯华 Boss 结构的轴体，是一个全碰材质，品质非常好的高阶轴，主打手感的轴。声音的话，倒不是那种提前触底的声优轴。兼具美观以及实用。好，接着它就是我们键盘的快速上手指南。通常我都不喜欢看说明书，看这个基本上就够了。键盘防尘罩。噔噔，这次呢，我选择是绿色的版本，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配色。现在在我手上就是我期待有一阵子的麦虫 S75 V2。之前那把 V1 呢，我真的非常喜欢，我都不舍得卖掉。最后是卖给我老婆她姐，时不时还可以借回来玩一下。然后这次版本呢，就外形上看来是小了许多的，非紧凑布局换成这种紧凑的配列，然后方向键原本是有下沉的，然后功能区跟组件区中的空气也被缩紧了。所以这个键盘第一个改动就是它的 size 变小了，这个感觉就有点像 iPhone 跟 iPhone mini 在维持同配列情况下，对按键的距离进行了缩减，可以让外观看起来更简洁。在日常使用的时候，可以节省桌面的空间。然后呢，键盘的右边依然是这个 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也进行了内缩的处理。然后原本在左方的音量旋钮改成了右边，改成这种侧式的。在使用场景来说，由于是在左侧，所以在使用滑鼠的时候手不用离开，直接用左手就可以去调整音量。但是呢，也因此取消了一键击印的功能，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可惜。然后由于音量旋钮跑到左侧，所以模式切换开关就排到右侧，然后跟上次的调整方式也是一样的。打开 RGB， 然后在 V1 左侧的 RGB 灯条，现在呢复制了一个放在右边。虽然说这好像没什么功能上的意义，但是可以让整体的键盘看起来更加对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侧边，原本270度的灯带，现在延伸了到后侧，变成360度全角度的 RGB。虽然说后侧呢，平常正常使用是看不太到啦，但是对键盘整体的观感来说，变得更加统一，并且呢，底部呢也是最近麦虫一贯的标准，就是这个镜面的名牌，少了那种 V1 复杂的堆砌感。所以呢，整体上就外观而言，跟之前的 V1 是差不多的，但整个不管在空间以及设计上做了蛮大的缩减以及调整，并且呢，改善之前那把键盘前高过高的问题，搭配这个双色注塑的 MDA 高度键帽，可以以更轻松的姿势来进行打字。然后在配列上 F 区进行左移塞下2个功能区，完完整整保留了6个功能键，不管是在功能性以及实用上都进行了大大的提升。果然真的是要实用选麦虫就对了。好，过完外观之后，就让我们来听看它打字声音，来看看流光冰淇淋在这把键盘上的声音表现。麦虫 S75 V2 的声音表现果然还是没让人失望，承袭他们家一贯优秀的水准。PC 的定位版呢，声音也非常好听集中，然后大件卫星轴的表现依然是 Tier 1的水准，绝对是到手即用的程度。所以首先呢，让我们来说说我觉得这把键盘的一些优点好了。这个流光冰淇淋的轴手感搭配整个键盘的结构呢，手感非常软弹 ，MDA 高度的键帽加上这个缩减的前高，打起来体验呢真的是非常之好的。而且除了好用之外呢，这个键盘颜值也是真的非常高，特别是当你打开 RGB 键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关灯欣赏一下。放在办公室使用呢，绝对可以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然后模式切换开关的使用逻辑呢，我觉得也非常合理。推到底就是 2.4G， 中间是蓝牙，配上这个 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让我平常在带来带去的时候呢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我只能说呢，麦虫又带来一把让人惊艳的键盘，不只是解决 V1 的问题，在整体的设计以及功能上都做了升级的处理。这把 V1 呢，我也是真的非常喜欢。不过呢，也还是要说说它这版键盘的一些小小的缺点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做工品质，这个键盘
盘仔细看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看到一些缝隙不均的问题，也可以看到一些塑胶的注塑瑕疵。底部装饰牌的这个缝隙呢，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的不平整，也可以看到这底部呢淡淡的注塑核膜线，并且这把键盘上的键帽呢，我觉得它字符的设计上稍微有些突兀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主键区的字符跟其他区域比起来是比较粗体的，我觉得是稍微有一些不协调。如果可以换成比较细的字体，我会更加喜欢。不过呢，以上的观点在这个价位键盘呢，也只是鸡蛋挑骨头。这键盘有个缺点却让我非常的难受，就是这个侧向的音量旋钮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它是稍微偏下的，所以在转动的时候呢，其实会略略摩擦于这个塑胶外壳，有这摩擦的声音。这个音量旋钮的磨蹭可以说是我在这把键盘上唯一找到的瑕疵。不过呢，我刚刚说那些键盘缺点呢，在这把键盘上呢，可以说是瑕不掩瑜的。这把 V2 带来的进步呢，还是大于这些小小的缺点的。在台币不到2000块钱的价位下，要设计有设计，要质感有质感的键盘，就是这把麦虫的 S15 V2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的键盘开箱心得与分享。然后呢，由于这把键盘其他版本有搭配不同种的轴，所以在影片最后打字音的部分呢，我会将这把键盘上流光冰淇淋换成这个风信子 V2，让大家听听看，感受一下其他轴距在这把键盘上的声音表现。我相信呢，在这把满配内胆填充的情况下呢，不管上什么样的轴都可以有相当不错的表现。不过呢，也要说一点实话，就是其实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 V1 的版本，因为我觉得配列上还是稍微太紧凑了一些。然后边框跟键盘的比例，我觉得 V1 还是比较好一点。虽然说它键盘比较大、比较厚、比较难用，但是就外形上我还是比较喜欢 V1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不管是 V1 跟 V2，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是都非常值得购买的。就看你喜欢怎么样的外形、怎么样的配列，买哪一把都绝对不会错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现在键盘呢，真的是越出越多，越出越好。推荐大家在购买的时候，尽量还是买比较新出的版本。如果对这把键盘有其他疑问、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我是就是爱喜新厌旧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